嗨，大家好。2020年6月15日，中印两国军人在加勒万河谷爆发严重肢体冲突。印方称，印军死亡人数从3人增加到20人。中国方面也有人员伤亡，但并未公布具体数字。此次事件也使中印双方在边境附近持续月余的对峙继续升级。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历史上拥有辉煌历史并人口众多的国家，为什么在近些年来始终在边境冲突不断？而此次发生冲突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跟62年的中印战争又有什么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对于中印边界的争议，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就是我国的藏南地区这9万平方公里了，而被印度称为阿努纳契尔邦。了解更多的一些人可能会知道，除了东段的藏南之外，中印还在中段和西段部分领土存在争议，但实际上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共4段，分别是西段、中段、西金段和东段。而此次发生冲突的地点正是发生在西段的阿克塞钦地区，这也是本期视频介绍的重点。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都有过辉煌强大的朝代，也都曾跌入过低谷，但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而两个邻国之间也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的天然边界。在此天然分界的两侧，千年来两个崇信佛教的国家相安无事，而这一平静随着英国人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为了使大家更清晰地了解，首先来介绍3条线。第一条传统线，就是刚才提到的自然形成的边界线。第2条主张线，当然中印双方各有各的主张。第3条就是实际控制线。除了这3条线之外，还有人为画出来的3条线。接下来我们逐一介绍。首先来到东段，最有名的莫过于闻名于世的麦克马洪线了。英国在还是日不落帝国的时候，在他所能控制的地方四处拉屎，尽可能地制造各种争端。最明显的就是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当然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就是香港了。英国人统治香港150年，没给过香港人哪怕一丁点选港督的权利，却在97大限之前给了香港议会投票。而时至今日，这坨屎仍在散发着恶臭，也使东方之珠的街头爬满了蟑螂。而这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则是留给中印之间的另一坨。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双方同意划定麦克马洪线，将喜马拉雅山路以南地区划入印度，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拒绝承认。这幅图是中印边界山川河流的分布图，在中间偏右有一条河，叫做布拉玛卜特拉河。这条河与中国西藏的雅鲁藏布江通连，属于下游。这个自然形成的布拉玛卜特拉河流域，就是中印两国的传统自然分界线。流域以北就是不丹和中国的藏南。而亨利·麦克马洪这位老兄大笔一挥，在1914年将中印边界线向北延伸到了喜马拉雅山下，将藏南地区直接划给了英属印度。这其中当然还包括六世达赖的出生地达旺。而从现在应用最为广泛的地图工具来看，在百度地图中，藏南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在谷歌地图中，这里已变成了阿努纳契尔邦了。1962年中印开战，我方曾占领藏南，兵锋直抵布拉玛卜特拉河流域的传统线，占领2个月后撤离。如今随着被印度一点点的蚕食，藏南地区重新被印度控制。东段之后就来到西金段。西金曾经是一个独立王国，而后被英国强占，之后又沦为印度的保护国，跟现在的不丹有些像。而后在1975年，西金被正式并吞，成为印度的一个邦，直到2003年中国才予以承认。作为交换，印度也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没错，印度直到2003年才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是不是有些意外？你要知道，按照1947年印度刚独立时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狂想，西藏还是人家大联邦的一部分呢。三哥还真的敢想啊！这个西金段的争议所在，就是中国、不丹、西金的交汇之处，也就是中国的洞朗地区。不丹被夹在中印2个大国之间，这个儿皇帝可着实不好当啊。2017年就发生了中印2国部队在中国和不丹边界对峙长达71天的洞朗事件，这个等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介绍。再接下来我们来到中段，中段争端总共有4块，约2000余平方公里，现在主要由印度控制，中国只控制一小部分。第1块巨洼曲惹地区，面积332平方公里；第2块什布奇山口地区，争议面积35平方公里。以上2块印度都是在1958年开始控制。第3块桑葱沙布林三多地区，面积1451平方公里，印度1954年占为己有。
第四块乌热然冲拉布里地区，总面积855平方公里。印度在1956年侵入三地，直到近年中方才重新掌握乌热。中段的4块争议之地也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点到为止。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主角西段。到了西段，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实际控制的阿克塞钦地区了。阿克塞钦面积42685平方公里，阿克塞意指白石滩，钦为中国，所以阿克塞钦的意思很清楚，为中国的白石滩。而这一地区的争议主要来自三方：印控克什米尔，包括查谟、克什米尔和曾经隶属西藏的拉达克，以及巴控克什米尔和中国的白石滩阿克塞钦。此地本来有传统的分界线，即喜马拉雅山南麓覆盖的所有藏人部落以及一些和藏人关系密切的小聚落，自古都归中国西藏政权所有。但这一传统线随着英国佬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英国人早就有在别人家拿东西的习惯了。就在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形成的49年之前，1865年，英属印度派了一位测量局官员威廉·约翰逊，经拉达克进入到中国的阿克塞钦，最后到达新疆的和田。在游历勘测之余，觉得此处甚为不错，临走之前就画了一个圈。不是这位老人，邓爷爷画圈圈，好歹也是在本国国内画，而这位庄森老兄却画到了别人家里。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条线——约翰逊线。如图可见，这条线将阿克塞钦等3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英属印度，与早前的拉达克一样，成为克什米尔的一部分。而后沙俄南下，英俄在中亚和新疆展开了反复的拉扯和撕逼，最后把阿富汗进入中国的通道扯成了如今的这副模样。而英国为了对抗强大的沙俄，拉拢清政府，假惺惺地做出让步。在1899年，由英国驻清公使窦纳勒向清政府递交了一份新的划界方案，归还了阿克塞钦。这就是马基耶窦纳勒线。提到窦纳勒，再多说2句。这位老兄就是在1898年与李鸿章签订99年新界租约的始作俑者，这才有了后来的97香港回归。而他的名字更有意思。MacDonald 被当时的中国人截取后半部分 Donald 翻译成窦纳勒，这不就是现任自由世界的领袖川普的名字吗？所以按照老祖宗的翻法，建国同志被翻译成窦纳勒特朗普更为合适吧。好，回到窦纳勒线，当时的大清也不傻，你吞了我的拉达克，又占阿克塞钦，现在只还一个叫让步，你窦纳勒是在逗我乐吗？所以清政府未予理睬。但这条线却在60多年后的中印之战后发挥了一次作用。1963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刚一结束，中国和巴基斯坦就签订了边界协定。正是在窦纳勒线的基础之上，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友好原则下签署。坎巨提归巴属克什米尔，喀拉昆仑走廊归属中国。自此，中巴边界领土再无争议。巴基斯坦也自此开始成为巴铁。这幅图是 BBC 最近报道时所引用的图。将喀拉昆仑走廊说成巴基斯坦转让给中国，绝口不提坎巨提已归属巴基斯坦，看似好像中国侵蚀了克什米尔的领土。英国佬又开始在自己的前殖民地指手画脚，难道忘记自己曾经怎么在这里拉屎了吗？中国有了巴铁兄弟，一旁的三哥自然很不爽了。以前我英国主子画的所有线我都要，中国的藏南、阿克塞钦通通是我的。我说三哥，你没有大英帝国的命，偏偏要做大英帝国的梦，真的不怕到最后做梦不成反作死吗？好，以上就是中印两国具有争议的边界地区的历史背景。而此次在西段发生冲突的主要地点有2个，第一个是班公错，另一个则是加勒万河谷。首先我们来看班公错。班公错又叫班公湖，这是班公湖的位置图，位于阿克塞钦下方的细长条处。班公湖也是我国最长的一个内陆湖泊，从东向西绵延155公里，藏语意为长脖子天鹅，非常的形象。此湖西侧的1/3于1954年被印方窃占，我方控制东侧的2/3。但这只长脖子天鹅的神奇之处还远不止它的样貌。此湖从东向西，湖水由淡变咸，我国控制的东部湖域全部都是淡水，生长各种鱼类，各种鸟类也在这里栖息。生态系统保持得很好，但印度控制的水域全是咸水，不仅寸草不生，连水质也无法饮用，想喝个水还要从千里之外运来。
所以当地人也戏称这是上天把最美的班公湖留在了中国，并对印度侵略者进行了惩罚。这就让三哥颇为恼火，所以就有了觊觎我方一侧水域的念头，冲突也随之而来。我们将图放大，看到北岸边界处有多个凸起，印度将这些突入湖中的山刺称为8个手指，经过手指4有一条红色的线，这个就是双方实际控制线。而上个月双方发生群殴事件，就是在手指4这个位置。实控线的西侧，印度有一个前沿哨所，驻扎印藏边界警察。但刚才也提到，由于没有淡水，生存环境堪忧。东边我方一侧分别驻有3个哨所和驻军点。我们在网上看到多个视频中，我方开着多个巡逻艇在湖中巡视，指的就是班公错湖，而不是加勒万河谷。这里要特别留意一下。接下来我们将比例尺缩小，我在这里画了一条蓝线和一条绿线。蓝线是印度人认为的实际控制线，这里就是中国西藏的西里扎普，中国的巡逻艇驻扎地也是在此。而在1962年开战之前，印度已经蚕食到了绿线，这里现在已经驻扎了解放军库尔纳克堡边防连。如果过了绿线，再继续让印度蚕食下去，班公湖的一半就丢了。你记住，忍自觉最后一句，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无需再忍。在忍无可忍之下，解放军反击了。1962年，从开战到停火，解放军拔除了班公湖南北岸所有31个印军据点，将印度人赶到 F2 之外。停火后 ，PLA 巡逻至 F4。到这里，有些人会问了，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继续推进到 F2 呢？很简单，谁谈判要价还不多要一点？人家三哥还要到 F8 呢。而且中国人的传统性格是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但印度人的传统是我思故我在，我人虽然不在了，但西里扎普就是我的。但随着近年解放军在 F4 至 F8 之间建立驻军点和哨所，最近又在 F4 扎起了帐篷，看着架势，三哥基本也就告别西里扎普了。好，说完了班公错，接下来我们来到另一个冲突地点，就是近日造成严重伤亡的加勒万河谷。加勒万河谷不像班公湖那么景色优美，在地图上也极其难找。教大家一个方法，在地图上搜索加勒万河，然后沿着河水一路向西北方向，直到与一条南北方向的河流交汇。这个交汇处向东就是加勒万河谷了，而南北纵向的这条河就是现在被印度控制的什约克河。我们先将地图放大，我用黄线标注的这里是喜马拉雅山脉，为中印自古以来的传统天然分界线。但随着英国人的北上不停蚕食，现在的传统线已经移到上面的蓝线喀拉昆仑山脉。刚才提到的中巴边界谈判正是以此线为基础，而山脉右侧的绿线就是什约克河。而即便按照中国退一步的喀拉昆仑天然传统线，什约克河也是在蓝色以东属于中国的，但却一直被印度霸占。1959年西藏暴乱，大和尚逃跑，印度趁乱建立卡尤，加勒万河谷就在这年被印度占领，并顺着河谷一路向东推进了10多公里，并在河谷两侧的山坡上修建工事。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唉。1962年，我军反击，将印度人赶回什约克河以西，收复了加勒万河谷。停火后，我国不想把事情做绝，随即鸣金收兵，希望印度可以退回蓝线以西。由于蓝黄之间的克什米尔长期被印巴控制，我国对于这块领土的声索要到喜马拉雅山脉已不现实。所以蓝线现在成为我方的主张线，现在声索的实控线最低也要以绿线什约克河为界，但三哥单方面认为的实控线却是这里最右边的虚线。我们从多篇新闻报道中已经看到，本次冲突事件的起因源自于修路。没错，莫迪政府于去年决定用几年时间在中印边界修建66条边境公路方案，方便印军和重型武器装备在中印边境的运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什约克河战略公路，也就是图中左边的 SSN Road。 这条路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从列城出发，经达布克、什约克，最终抵达斗拉特别里奥蒂，非常拗口，简称 DBO。DBO 是个敏感点，这地方印度人有个军事基地，建有机场，印军一直想把这里打造成对我国阿克塞钦的前进基地，极具威胁。而在边界对面的就是中国的天文点哨所，此地名为天文点，但实则是个哨所。而国家是否在这里也设置了如阿里地区一样的引力波观测站，并给三体人发消息，这可就不清楚了。
但无论怎样，对 DBO 的后勤补给变得非常重要。这是列城，中国故土拉达克的首府。这个建筑是不是很像拉萨的布达拉宫？没错，它就是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列城市中心提克西寺。以前从列城出发到 DBO 少说也要2-3天，而且重型装备难以运输。但现在有了这条 SSN 路，时间被缩短到只要6个小时。但三哥，你想致富先修路，这个可以理解，但你修就修吧，偏偏修到我们加勒万河谷里来了。没错，此次争议点的发生在于三哥单方面改变现状，在什约克河修了一座桥，并沿着加勒万河谷向东纵深修了一条简易公路，已修了约2公里，并可运输武器装备。所以根本不是很多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中方为了阻止印度在 SSN 修路而向印度挑衅。真正的原因是你修路修到我家里面来了。那么为什么印度要把路修到河谷里面来呢？原因在于加勒万河谷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如图可见，加勒万河谷两侧的山顶如果被解放军占据，西边的什约克河也在解放军的枪口下一览无余， DBO 的补给线也丧失了军事意义。如图可见，我国与印度在此地长达200公里的时空线上，也只有加勒万河口接近什约克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一定要在这里修路，而我方全力阻挡的原因。我们再将地图放大，来到印方所声索的时空线位置，3个黄圈为印度在这里搭建的帐篷，红色为我军的集结地，而双方集体群殴并发生人员伤亡的地点正是在此。6月15日事件发生以来，印度最初公布的数字是3人死亡，包括1个军官、2名士兵。但一觉醒来，印度直接改成死了20人，凭空多出来的17人说法也不一。有的说伤员暴露在0度以下冻死的，有的说逃跑时跳进加勒万河和什约克河，由于水性不济淹死的。而到了17号，又说是至少20人死亡。看来这个数字也会随着未来谈判的需要而进一步变化。但更为可笑的是，虽然此次印军有点落荒而逃似的游回什约克河西岸，但他们给出的解放军伤亡数字却异常精准，5死11伤。你游泳时还不忘统计解放军的伤亡，连受伤的人数也可以这么精确。但定睛一看，这个数字怎么跟去年巴基斯坦爆炸的伤亡数据一模一样？你这数据到底是哪儿来的？黑我们也不忘顺带连巴铁兄弟也黑了一把。这个数字一经公布，也在第一时间迅速成为各类海外自媒体的谈资，说印度赢了中国。但没过多久，印度的数字变了，随着官方公布印度死亡20人，解放军的死亡人数也神奇般的增加到了35人，而来源竟然是美国的情报部门。 CIA 真的神通广大，竟然都混进解放军内部了，着实厉害。但数字游戏还没有完，在印度军方证实印度死亡至少20人之后，解放军的数字又被校到了43人。我只能说，三哥您高兴就好。其实真实情况非常简单，在15日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加勒万河畔，双方扭打在了一起，有人倒地，有人落水，谁分得清谁啊？己方人数还好说，去了多少回来多少很好确定，但对方具体伤亡人数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准确知道的。而且从印度所公布的印军落水游回西岸来看，略显狼狈，也完全不具备统计对方战损的条件。当然，很多人会说，你看人家印度公布了数字，中国不公布，这多不透明啊！请问是国家利益重要，还是透不透明重要？军队的伤亡从来都是国家的机密，而非吃瓜群众的谈资。美国现在到底有多少军人染疫，不也没有再公布了吗？而且请大家细想，如果中方公布的数字低于印度，印度大可以卖惨，说中国在印度领土欺负印度，并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围剿中国。在现在的国际舆论大环境下，想必大家也了解，中国绝对捞不到好处。这样的话，要拆掉印度修进加勒万河谷的路，还真的下不去手了。相反，如果中方公布的数字高于印度，中国内部的民族情绪将被点燃，逼得官方将不得不对印度更趋强硬。要知道，现在的死伤人数已经是62年以来的最高，如果更进一步，难道要再次开战吗？在现在中美大博弈的背景之下，美国在四处煽风点火攻击中国，苦于策略失当，盟友并不为之起舞，而国内的种族问题又令其焦头烂额。
如果一旦中印边界轻启战端，这不是白白送给苦寻代理人战争而不可得的美国人一份天赐的礼物吗？而这个代理人还是个核武大国呢，所以此时开战也绝非中方高层所乐见的。因此，这就是我方选择不公开的原因。印方选择公开，并把中方数字较高，无非就是要面子嘛。中印打交道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三哥那点心思吗？不公开就是给足你印度面子，我方死伤数字随便你喊，你赢了面子，我得了里子，并且在未来谈判中还能获得足够的策略弹性。这个不公开，在我看来十足的上上之策也。好，今天我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中国和印度在边界争议地区的那点事儿，并重点介绍了此次发生冲突的班公错和加勒万河谷的真实原因和历史背景，希望对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印边境的形势有所帮助。同时，希望两国可以迅速展开对话，并和平解决争端，最终达到边境的长治久安。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